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哦。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一开始，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跟一艘现代的核子潜艇，这两者之间会有什么共同点？听起来是不是超扯的？一个是200多年前奠定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的苏格兰哲学家，另一个则是躲在深海里，代表人类最高军事科技的毁灭性武器。但相信我，今天的内容会让你看到，他们之间的连结远比你想象的还要深刻，甚至可以说是共同支撑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秩序。我们一般人听到经济学，脑中浮现的可能就是股票市场、GDP、通货膨胀这些东西，对吧？但其实这真的只是经济学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比较硬核的面向。经济学其实一直都是理解国家安全、战争与和平一个超级隐秘但又无比强大的分析工具。它就像一个藏在各国政府跟军队幕后的决策工具箱，能帮助我们拆解许多国际冲突背后那些外人看不懂却极其理性的深层逻辑。好，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主题开始，如何用经济学的思维来设计和平，也就是在战争爆发前就先拆除隐性。这听起来很理想化，但在历史上，经济学家真的提出过极具洞见，而且影响深远的方案。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8世纪的苏格兰，当时欧洲刚经历了几百年的宗教改革跟血腥的宗教战争，尸横遍野。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跟他最好的朋友，也就是政治哲学大师大卫·休谟，就在思考一个核心问题：到底要怎么才能避免这种毁灭性的宗教内战？他们都同意，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权力跟单一宗教的垄断性结盟。当统治者可以说为我而战就是为上帝而战，那战争就会变得特别残酷，因为它超越了利益，变成了信仰。重点来了，对于怎么解决，这两位大师的看法完全不同。休谟的想法很直接，甚至有点愤世嫉俗。他说很简单，把所有神职人员全部收编成国家公务员，给他们铁饭碗、优渥的薪水，让他们变得懒散安逸，每天想着怎么退休就好。这样一来，他们就完全没有动力去煽动信徒，为了一些虚无缥缈的教义去打仗了。但亚当·斯密听了就说：“不行不行，这个解法太糟糕了。”对斯密来说，他一生思想的核心其实就8个字：竞争是好的，垄断是坏的。如果让某个宗教变成公务员体系，那不就等于给了他国家级的垄断地位吗？垄断的下场我们都知道，就是服务品质低落，而且会变得腐败。在当时，教会提供的可不只是心灵慰藉，还包括教育、医疗、社会救助，几乎等于是地方政府。所以斯密提出一个更高明也更符合人性的解方：政府的角色不是去扶持单一宗教，而是要保障所有宗教的自由市场准入，让他们在信徒的市场上自由竞争。如果 A 教会说你得为我卖命打仗才能上天堂，那 B 教会就可以出来说，哎呀，不用打仗啦，常常祷告就好。C 教会可能说连祷告都不用，心诚则灵，捐点钱也可以。你看，透过市场竞争，各个宗教就会自然而然地把上天堂的门槛降到最低，结果就是和平。这个观点最终说服了休谟，也成为后来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政教分离原则最重要的思想基础。这其实是经济学第一次被应用在解决国家安全等级的重大问题上，影响至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时间快转到20世纪初，另一位经济学巨擘登场了，他就是凯因斯。我们现在学的总体经济学基本上就是他奠定的，但他对国家安全的贡献同样是划时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在凡尔赛开会，商讨怎么处置战败的德国。当时法国跟英国的政治主流意见就是要用天价的战争赔款彻底削弱德国，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但当时代表英国财政部出席的凯因斯却大力反对。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冷静分析，警告大家说，你们这样做目标不是和平，只是单纯的报复。
会议的目标不该是惩罚德国，而是要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稳定的欧洲和平。他甚至在会议后愤而辞职，并写了一本书，书中做出了一个现在看来简直是先知等级的预言，就是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这句话。他说：你们这样搞，大概20年后，欧洲还会再打一场仗。结果呢？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多不少，正好20年。这个预言的精准度真的让人毛骨悚然。为什么凯因斯能看得这么准？因为他不是从政治或道德，而是从冷冰冰的经济诱因去分析。他的核心论点其实非常简单，用巨额赔款去压垮一个战败国，只会摧毁他的中产阶级，造成恶性通膨和大规模失业，最终必然会孕育出极端主义的温床，为下一场战争埋下种子。这就是后来希特勒崛起的背景——威玛共和。所以，真正聪明的战胜者应该反其道而行。你的任务不是惩罚，而是帮助战败国重建经济，把它打造成一个跟你一样繁荣、民主的贸易伙伴。因为一个健康的欧洲经济对所有人都有利。这个思想在一战后被否决了，结果我们都知道，就是一场更大的悲剧。但很幸运地，二战结束后，凯因斯的观点赢得了胜利。美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以及后来建立的联合国、IMF、WTO 这些国际组织背后的指导思想，其实都源自于凯因斯当年的洞见。所以你看，凯因斯的洞见改变了世界。真正能消灭敌人的，不是炮弹，而是帮助他成为你的伙伴。好，刚刚我们谈的都是怎么从宏观层面预防战争。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我们要切换到一个更微观的视角，用经济学的赛局理论来分析冲突本身的内部逻辑。你会发现，很多看似疯狂的行为背后其实都有它极度冰冷的理性计算。学过经济学或政治学的朋友，对这个囚徒困境模型一定不陌生。我们把它应用在冷战时期的核战场景。想象一下，美苏双方都有核弹。我们来走一遍这个逻辑。假设你是美国，你心里会想，如果我选择合作维持和平，但苏联偷偷发动第一击怎么办？你看右上角这个格子，那我就被摧毁了，结果是-100，对方大获全胜，这绝对不能接受。那你会想，好，那我先动手呢？如果对方没防备，我就赢了，拿到正十，这是左下角的格子。所以不管对方是合作还是背叛，对我来说，先发制人好像都是最安全的选择。问题是，对方的参谋本部也是一模一样在想这件事。结果就是双方都选择了背叛，一起走向了右下角的相互毁灭。这就是核战最恐怖的地方，即使双方领导人都不想打，但赛局的结构却把他们一步步推向了战争边缘。那要怎么破解这个恐怖的困境呢？这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核子潜艇登场的时候了。冷战时期，美苏双方都发展出了第二次打击能力。最精简的载具就是躲在深海里你根本找不到的核子潜艇。这东西的存在彻底改变了整个赛局的报酬。你看现在的矩阵，如果对方先动手，虽然我会被摧毁，但我的潜艇会自动发动反击，把对方也彻底毁灭。所以它的报场不再是正十，而是-1000。同样地，如果我先动手，我也会遭到对方的二次打击，报场也是-1000。在这种相互保证毁灭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的架构下，这个缩写 MAD， 也就是疯狂的意思，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发动第一击的诱因就完全消失了，唯一的理性选择就变成了左上角的和平。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纳许均衡。所以你看，赛局理论跟核子潜艇看似无关，其实是共同构成冷战时期恐怖平衡的两大支柱。而这套理论的发展，当年就是由美国国防部资助的，目的就是要让所有国家的科学家和决策者都有一套共通的理性的语言来理解核威慑的逻辑，避免误判。好，我们再换个角度，经济学不只能分析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还能用来分析一个国家内部军队的组成方式。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劳动经济学如何彻底改变了美军的样貌。
荧幕上这个数字70亿美元，在1967年，这可是个天文数字。那这到底是什么钱？这是经济学家沃尔特·欧义在那一年估算出来的。如果美国把军队从征兵制改成全募兵制，整个美国社会可以获得的效用增益，简单来说，就是整个社会的快乐总值可以增加70亿美金。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惊人，也违反直觉的想法。什么是效用损失？效用这个词听起来很学术，但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整个社会的快乐指数。欧义指出，传统上大家支持增兵制，最常见的理由是公平，对吧？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承担保家卫国的风险。但欧义说，这种齐头式的公平其实是一种假象，而且效率极低，因为它忽略了每个人的偏好是不同的。有些人天生就喜欢军旅生活，喜欢团队纪律，但有些人你叫他去当兵，他简直生不如死。增兵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强迫了一大堆不开心的人娶他们极度讨厌的事，这就产生了巨大的效用损失，整个社会的快乐总分就下降了。同时，他也剥夺了那些真正想把从军当作事业的人的机会。所以欧义的结论是，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增兵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制度。与其强迫大家，不如提高薪资福利，用市场机制去招募那些真正有意愿的人。这样既能找到更适合的人，也能让整个社会的总抚值大幅提升。这个基于劳动经济学的论点，最终成功说服了美国政府，在1973年越战结束后，正式废除增兵制，转向我们今天所知的全募兵制军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更令人意外，甚至有点黑暗的领域，用经济学来分析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组织。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对吧？但经济学家真的从中发现了非常深刻的运作模式。经济学家拉利·伊纳克尼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叫做宗教的俱乐部模型。他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严格的宗教团体会要求信徒遵守各种看似不理性的严格戒律，像是特定的服装、繁琐的饮食规定、放弃现代娱乐等等？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在减少自己的选择，降低自己的效用吗？伊纳克尼的洞见是，这些严格的戒律其实是一种高昂的入场费和高效的过滤器。当你愿意付出这些昂贵的、肉眼可见的牺牲，这等于是在向团体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我是真心投入的，我不是来搭便车的。透过这种方式，团体成功地筛选掉了那些三心二意的人，留下的都是高度忠诚的成员。而这个高忠诚度的团体，就能提供一般社会给不了的非常强大的内部互助网络，从找工作、医疗到婚配，几乎无所不包。这就是一个正向循环。简单整理一下，这个俱乐部模型提供了一个强大的互助网络，但重点来了，它也有非常黑暗的一面。这个模型创造出来的组织基本上是防叛变的。你想想看，当你想组织一个恐怖攻击，你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就是泄密，就是有成员会为了钱或为了保命跑去跟政府告密。但是如果你的组织成员都是通过了这种俱乐部模型筛选进来的人呢，他们早就已经为了信仰牺牲了大量的世俗利益。这代表什么？这代表用金钱去收买他们基本上是没用的。他们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对组织的忠诚度远高于金钱的诱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像盖达组织、真主党或哈马斯这类建立在严格宗教社群基础上的恐怖组织，往往比世俗的恐怖组织更有效力也更致命。因为他们成功的秘密不是武器或资金，而是他们用经济学原理从组织结构上就解决了人性中最困难的背叛问题。了解了这些经典理论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些经济学的思维是如何被应用在当代更复杂的冲突，特别是反叛乱作战之中。在现代的反叛乱战争，像是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经验，战场已经不是传统的两军对垒，经济学家把它模型化成一个三方赛局，参与者有三方：政府、叛乱分子以及最重要的夹在中间的平民。叛乱分子的弱点就是他们需要躲在平民之中才能生存和行动。
这意味着平民其实是知道叛乱分子在哪里的。那政府的挑战是什么？就是如何让平民愿意把这些情报分享出来。所以，整场战争的核心就不再是谁的火力比较强，而是一场治理能力的竞赛。哪一方能为平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像是安全、水电、医疗、教育，平民就会倒向哪一方。当平民觉得跟着政府有好处，他们就会主动提供情报，帮助政府铲除叛乱分子。这套逻辑彻底改变了现代战争的思维。它告诉我们，在阿富汗盖一所学校，可能比投下一枚炸弹是更强大的武器。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争取人心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最后，我们来看一个最前沿，也最需要大数据支持的应用。经济学家如何为那些看似无解的永久战争建立数学模型，并从中找出规律？我们来看以色列和加沙走廊的冲突。在去年10月的大规模战争爆发前，10几年来，那里一直处于一种高频率、低强度的冲突状态。经济学家利用这些大量的冲突数据，建立了一套类似商场在市场上对竞争对手价格做出反应的反应函数模型。简单来说，就是去估计当哈马斯发动 A 等级的攻击时，以色列会用 B 等级的火力回应；而当以色列造成 C 等级的伤害时，哈马斯又会用 D 等级的攻击来报复。透过数万笔的数据点进行分析，他们得到了一个非常违反直觉，但又很符合经济学逻辑的结论。这场长达10几年的冲突，其实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均衡状态。虽然它很暴力，但它是有规律、可预测的。更惊人的是，这个系统具有马可夫性，意思就是这个系统几乎没有记忆。要预测下一波冲突的强度和时间，你几乎只需要看最近一次的交火就够了。更久远的历史恩怨，在数据模型上的影响力趋近于零。这不是说历史不重要，而是说双方的互动模式已经内化成一种像物理定律一样的即时反应机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原来最混乱的战争也可能存在着经济学上的秩序。而更有趣的是，在原始的讲座中，讲者也提到，这套模型理论上完全可以用来分析台海之间的军事互动。只要有足够的数据，我们也能画出两岸的反应曲线，来判断这个系统是稳定还是不稳定。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今天走过了一段很长的旅程。我们从200多年前亚当·斯密的苏格兰看到他如何用市场竞争来化解宗教冲突，接着我们跳到1战后，看凯因斯如何警告世界，经济惩罚只会带来更大的战争。我们用赛局理论拆解了核威慑背后的冰冷理性，用劳动经济学理解了现代军队的样貌。我们还深入了恐怖组织的内部，用俱乐部模型理解了他们的韧性。最后，我们看到了最前沿的经济学家如何用大数据在混乱的战争中找到秩序。经济学提供给我们的不只是关于金钱的知识，更是一套分析人类社会所有冲突与合作的强大思维工具。随着世界局势越来越复杂，今天的内容希望能带给你一些不同的思考角度。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沙修，我们下次见，拜拜。